嘿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诀窍。要跟大家说的题目呢是学习成功的攻略。那这个题目呢，为什么在讲啊？是因为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在思考一下，就看我自己现在的那个中文水平是怎么样。而且说实话，我认为我的中文很差，跟以前比起来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中文退步了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事情啊！我都每天都在 Skritter 工作，我们每天都在 Skritter 练习写汉字的。可是呢，如果我对自己给一点反馈，我会觉得哇，高健，你现在的中文跟以前的中文比起来，好像退步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花了很多时间想，这是为什么？那我觉得原因很多，那这个视频里面我们不要讲到了吧？但是呢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可以学习成功的攻略。好，我废话不多说，不好意思啊，可能今天乱七八糟，因为我没有什么 script， 我没有写下来啊，我只写了一些大概要讲到的东西，所以我偶尔会看手机写了什么。好，所以第一，我觉得如果要成功的话呢，不管我们学什么东西，要成功的话呢，要有一个目标。你选择的那个目标其实很重要。为什么重要呢？因为如果你的目标太大了，你可能没有办法，很容易失败了，很容易放弃了。因为举个例子吧，你是个菜鸟，你一句话都不会说。那我问你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说中文，我要说一口流利的中文。OK， 好，那是一个好目标。但是呢，你怎么做得到呢？如果你没有什么计划，你很容易就失败了。所以你的目标其实很重要，对成功的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什么算是一个好目标呢？我觉得应该那个目标是一个可以得到的一个东西啊。而且那个目标要跟现在，如果你比起来呢，要跟现在就难一点。你要在哪一方面进步？你要很清楚，你要想清楚了。所以一个好目标，也许说现在啊，比如说我个人发现中文退步了以后，我的目标就是提高我的水平。那我怎么做呢？我的目标就是让我自己认为跟别人沟通是比较舒服一点，所以呢，我就找了一位老师，开始做一对一的课，在网络上，我每一个礼拜做一次。第一次呢，其实我真的觉得我的中文退步了，就是高健，你没有错啊，你的中文真的退步了。可是第二个礼拜、第三个礼拜、第四个礼拜、第五个礼拜，我发现了一些进步。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提高水平。可是呢，我可以很仔细的讲到了，我的目标就是每一个礼拜至少看一篇文章，把文章里的一些有趣的词汇写下来，把它变成我自己的那个话，练习，先从输入到输出。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就花一点时间练习，然后我要练习现学现卖，所以我学到的东西我就马上要用。如果用错了没有关系，就是要练习，习惯用这些词汇。好，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目标，你的目标跟其他人的目标会不一样，也没有关系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。OK， 那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我觉得你要有一个计划，你要有一个好计划。那好计划的重要呢？为什么重要呢？是因为你有计划，是很容易跟着那个计划得到你需要的东西。如果你有一天没有什么计划呢，很容易我们的脑子其实很懒啊，我们都是懒虫，我们要找到最简单的事来做。
我们不要想太多，不要花太多时间，我们就是要成功。可是呢，其实达到一个东西做得非常好的，做一个东西，做某一件事做得很好的话呢，你大概会发现这些人都有计划。那所以呢，你的目标，你有目标之后呢，你要花一点时间找到你的计划，你要把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看法、所有的意见就写下来。你可以听别人的一些意见，你可以读一本书，可是你至少要花一点时间写下来你的计划。你每一天会做什么？你每一个礼拜会做什么？你每一个月会做什么？到你的目标，好，要有一个计划。第三，你千万不要靠动机来做事，而且你要靠习惯。好，动机其实你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动机，包括我自己。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大一的时候，我有动机，我要学会中文。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都会说中文，我要跟他们一样，所以我的动机来了。可是呢，动机是其实很难可靠的。你有一天你起床，你觉得身体不舒服，你的脑子痛了，你有动机吗？没有，你可能没有。可是呢，如果你有习惯，你有一个好的习惯呢，那个你可能会觉得，我没有办法不做某一件事。所以呢，动机可以用它来开始，可是呢，如果要做好、要做完的话呢，你要把某一件事变成一个好的习惯。我们怎么做呢？我觉得大家至少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，每一天来做一件事。如果你要学习中文啊，你要学语言，你要学画画，你要学随便你要做什么，你至少要花5分钟的时间来做。好，每一天。如果你的计划是花1个小时的时间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可以得到吗？你每一天能做到呢？不一定。可是5分钟呢，你大概可以做得到。5分钟是很短的时间。你在开车的时候呢，可以听广播，中文广播。你在大便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读书。你在等你的那个咖啡好了，你也可以玩一下，你可以说一下。你在洗澡啊，你也可以自言自语，你可以唱歌啊。所以5分钟是可以的。如果你自己认为你没有5分钟的时间呢，靠北，你要想好啊，你真的有5分钟的时间，把你的那个手机关掉，把 YouTube 关掉，不要看 IG， 不要看脸书，找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。而且你会发现5分钟的时间很容易变成10分钟的时间，变成15分钟的时间。可是呢，你要开始，首先你要开始做。好，如果你觉得5分钟太难了，那1分钟就好了。可是你要每一天练习，你要把你的那个动机，你要把你的目标变成每一天的一个习惯。我推荐你花一点时间思考与分析你所做的事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做某一件事情啊，你准备好你的计划，你有你的目标，你要马上知道这个是对你好吗？这是好用吗？那如果没有好用的话呢，那你不要做，你要放弃，你要把它就换成另外一件事，换个计划。所以呢，但是如果你没有花时间思考和分析你所做的事，你会碰到问题。你可以花很长的时间一直在做错误，那你的方向不对了。所以你要好好掌握你的时间。那我们怎么做呢？就是要思考，要花一点时间想，我现在做的怎么样？我现在成功了吗？喜欢这件事吗？所以推荐花点时间思考和分析。第5，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，就是你别要跟其他人对比。那我的意思呢，现在很容易啊，看到很多人就说，我3个月以内啊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我1年以内说了一口流利的中文，
现在你看我是一个非母语者，但是我的中文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拍拍手，你做得好啊，你很棒。可是呢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他的背景、他的经验、他的生活跟你的完全不一样，好吗？当然，你可以考虑一下他说的事。如果他写了一本书，你可以看，你可以学会了，你可以拿到你觉得重要的东西、好用的东西啊，你自己来试试。可是呢，跟别人对比的话呢，有什么好处？你不是他，他不是你，你的生活不一样啊，所以你不要对比。好，这个我不要说太多。你可以跟自己对比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要跟别人对比啊，因为别人都不一样，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，你只能控制你自己。好，所以你不要花太多时间想，哇，他做得好啊，他很有钱啊，他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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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所谓，跟你没有关系啊。你控制你自己，不要看别人，想太多。最后呢，其实是类似的，你千万不要怪别人，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别人啊，所以你为什么要怪别人？你要怪什么人啊？你怪自己。高健，你的中文退步了，那是谁的错呢？那是我自己的错。我从2013年到现在没有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中文，那当然我的中文退步了啊。那是其他人的错误呢？没有，是我自己的错误。就是要很实事的跟自己说话，你要承认一下，就觉得，我做得好吗？我做得不好呢？不要怪别人。如果你去学校，你觉得老师不好啊，那你换老师。你下载了一个软件，你觉得那个软件没有用，那你换软件。你觉得这本书不好，你不看这本书，你找别的书。你去了学校，你觉得学校没有用啊，那你去别的学校。你懂吗？所以你不要怪别人，你要怪你自己啊！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呢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别人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都可以当你的啦啦队，都可以说加油加油加油。但是呢，你只能控制你自己的那个行为啊，你的方向，你的思想。所以不要怪别人，你碰到了什么问题，你要想办法处理。你的目标没有成功，你失败了，你放弃了，那是你自己的错误。不好意思，花很多时间就是乱说的吧。但是我今天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就一直想到的一些东西。那你愿意啊？你同意吗？你可以说下来啊，请留言啊，说一下你有什么学习成功的攻略呢？你请说下来，我欢迎各位。那我现在废话不多说，谢谢大家来看这个视频啊，我们下次再见 ，peace。